青森寒冬的早晨，总被奶奶的白玉红豆汤唤醒，那甜糯的味道也成了季代和闺蜜小景的故乡回忆。中学毕业后，他们要去京都追梦，临走前好友健太送行，带着香甜的烤红薯，真好吃。好吃。经过漫长旅途，他们到了低原，看着那些穿着华丽衣服的舞者，梦想变得不再遥远。只是艺伎之路非常艰辛，这里的老师要叫妈妈，前辈要叫姐姐，连最普通的问候也有特殊说法。小景学得很快，听一次发音就很标准。季代似乎没这天赋，练了几次还是错，甚至子妈妈都被他带偏了，请多多关照。他们正搬行李到宿舍时碰到了良子，他提醒季代他们不能用手机，还要帮忙做各种跑腿的事。他建议他们还是离开吧，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，两人一起肯定能应付得来。是啊，一晃3个月过去了，今天要把房子的门窗换成夏季用的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季代两人在窗边看到买菜回来的杏子。由于武的饮食以清淡为主，也因此有专门负责的武料理人。今天的饭菜自然是人尽皆爱的冷水素面。几人围坐在小院里，凉风拂面，尝一口爽口的素面，再配上辛香微辣的荷兰豆和生姜，燥热瞬间消散。你总是念叨什么？妈妈，欢迎回家。夏天的蝉鸣也没带来惊喜。季代的成绩一塌糊涂，插花总是歪的，打手鼓的节奏也乱七八糟，舞步更是凌乱不堪，被罚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而小景却展示了惊人的天赋。为了培养他，前辈白子姐姐还带他去看自己的演出。看着那华丽的表演，小景明白，那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舞台。其实相比做艺伎，季代更关心料理。今天他带着食材去看望腰疼的杏子小姐，准备做一道奶奶教的西红柿咖喱。首先，西红柿去蒂，尾部划十字刀，下锅焯一下，捞出泡冷水，这样皮很容易剥开。油炸圆茄和青椒，再和咖喱、番茄、土豆、洋葱一起炖，等汤汁变稠。间隙二人聊起舞时饮食的一些偏好。做菜的季代不像练习时那样拘谨，显得更放松。拜访完杏子的季代回到屋行，这时子妈妈接了一个电话。今天妈妈们在讨论季代的去留问题。尽管子妈妈尽力争取，但季代确实缺乏舞蹈的天赋，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他。回到屋行，子妈妈就把季代叫了过去。其实季代心里也明白这个情况，真正让他伤心的是要跟小景分开。我和小景约定了要一直在一起。小景舍不得姐姐的离去，还想去求妈妈，却被良子拦住了。明知道了还留他在你身边继续挨骂，不是更残忍吗？清晨依旧如常，小景还是往学校去了。季代往菜市场走去，两个人再次分开。阳台上，季代递给小景一颗糖。就在大家还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楼下传来了嘈杂声，他们赶紧跑下楼查看。厨房火势很猛，所幸季代反应快，迅速扑灭了锅里的大火。原来因为杏子小姐在家休养，连续吃了几天外卖的舞，想亲自下厨改善伙食。大家还在讨论晚饭吃什么时，让我来做今天的饭吧。洋葱切片，与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煎制。鸡肉稍微变白后，倒入一半蛋液，盖上锅盖，等蛋液煮熟凝固就好。倒入剩下的蛋液，出锅前撒豆苗，盖到米饭上，滑嫩的亲子锦就完成了。看似简单的菜，却让大家很开心。就这样，季代成了新武料理人。因为需要早起准备，
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，他搬到了阁楼住。杏子小姐还打电话祝贺，还跟季代说每年同一天可以去爱颜神社请神符，这样神明就会保佑厨房。于是季美第2天就上山去请神符。半路上，季代还把自己做的饭团分给了邻居们，大家都夸他手艺好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告别了大家，季代继续朝神社前进，忙活了一整夜，终于拿到神符了。小景在门口等着季美，欢迎回家，我回来了。两人换上了新求来的神符，小景递上子妈妈连夜缝制的厨师服。奶奶您好吗？我在京都过得很好，一切都是缘分，我在这里当厨师，给屋行的大家做饭，这就是我的新工作了。穿上工作服，季代开始了新的一天。昆布和柴鱼煮清汤，将焯水后的秋葵切片，用柚子醋酱油拌芝麻酱，炖煮豆腐和小西红柿，加点味增调味，捏几个饭团，烤几片三文鱼，配上玉子烧和小菜，简单的饭菜完成了。送走吃饱喝足的大家，季代就在阳台上晒梅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会保护你们3天哦。还在和梅子聊的季代，听见楼下的门铃响，赶紧下楼看看，原来是之前的前辈舞姬奶来找妈妈。舞者规矩满满，比如不能用手机，喜欢的布丁没了也没办法，因为盘着发髻不能去便利店，而且为了所谓的纯洁，像吉乃这样结婚后就必须退出。相比事业，大多数女孩会选择爱情。小景一直默默喜欢家乡的健太，但健太的目光却总停留在季代身上。3人一起时，季代总会忽略健太。真是的，健太你真没办法。吉乃这次还是想回到舞台，人生就像摩天轮，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，风景再美，却身不由己。吉乃和普通舞者不同，他乐观幽默，不拘泥于条框。即使比赛时间冲突耽误了宴会，吉乃也能用特殊方法应对。他或许别无他法，但也在悄悄改变些什么。清晨，鹤居姐姐梳着发髻，问想吃什么。季代拿出最后一片面包，准备做吐司鸡蛋布丁。切块后，用牛奶蛋液浸泡，170度烤20分钟就行。最后把熬好的焦糖倒在上面，香甜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房间。小景鹤居专属的季代布丁，谁想尝尝季代的布丁？今天是学徒们1个月2次的休息日，季代和小景决定出去走走。他们先去了京都的白神宫，为参加高中棒球联赛的健太祈福。离子1次就够了，这种得多转几次才灵。2人一起许下希望健太能进甲子园的愿望。闺蜜逛街当然要有下午茶，点些松饼，再配一杯可爱的小熊拉花咖啡。喝咖啡，吃甜品，聊些小女生的秘密，接着一起做小蛋糕。午后的阳光洒在2人脸上，悠闲宁静。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。隔天，小景的爸爸来接她回家。尽管妈妈们再三保证会照顾好小晴，但对一个父亲来说，没人有资格替他保护女儿。爸，你来干嘛？你妈叫我来看看你。回去。小景怎么能这样对爸爸说话？对不起。接着，小景爸爸也被子妈妈邀请来观摩他们的排练。望着排练中的女儿，对舞蹈的热爱激起了他的心潮。这会儿，季代准备为小景爸爸做一道煮茄子，把茄子对半切开，背面斜划花刀，下锅煎至2面稍微焦黄，加高汤，用味淋、
酱油和生姜调味，小火慢煮。酒吧里，大家在劝小景的爸爸。季代端了一碗煮好的茄子给他。太感谢你了，女儿永远是爸爸的骄傲。他不是怕你学不会做不好，只是担心你不能好好保护自己。我原本打算写些夏日问候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枫叶时节。一定要在寄贺年卡前把这寄出。我是环球，今天吴氏家的厨师。暖意消退的秋天正适合吃天妇罗，把喜欢的食材裹上面糊，丢进油锅，高温下绽放出一朵朵小花，酥脆的咀嚼声和嬉笑的少女。秋天的一切似乎都如此美好。子妈妈和田边先生依旧喜欢看风景聊趣事，小景的记忆也越来越成熟，季代的厨艺也更精湛了。挤奶的丈夫来屋行，想要复合，真难吧？秋天渐深，飘落的枫叶象征着离别。白子的男友严谨要跟公司去东京了，而他在事业和爱情间难以抉择。并非每段恋爱都能善终，情难自抑，终有别离。如此不如一曲送君远行。悲伤总会被喜悦取代。子妈妈演出结束后告诉小景，她将以舞出道。小景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季代，两人开心地抱在一起。白子为舞蹈舍弃了爱情，他的后辈们也会继续那精彩的表演。年末商店街办了抽奖活动，大奖正是季代一直想要的面包机，只是他已经把能买的都买了，还是没攒够抽奖券。正打算出门梳发剂的小景告诉季代，抽奖券他来解决，今天起大家就得叫他一名百花了。到了地方，白子小姐交代了些梳发剂的注意事项，还拿出自己的小三明治让小景尝尝，但小景已经答应季代，只有成为独当一面的舞伎后才尝小三明治。反正季代不做你就不吃吧，这是我们约定好的。胡萝卜、土豆、西兰花、洋葱切块，和口蘑、鸡肉一起加水，小火煮20分钟，加入牛奶、奶油、白胡椒和盐调好的白酱，煮至汤汁浓稠即可起锅装盘。浓郁的口感瞬间俘获白子。大家这时看着小景的发髻，聊起了年末签名鱼子板。吉乃说他妈妈有个空白鱼子板，好像和初恋有关。结果好奇的大家就找妈妈去打听，多年没用的花簪还被妈妈好好保存着。看见大家好奇，妈妈讲起了她年轻时的爱情故事。表面看似华丽的舞，却失去了很多普通人的快乐。为了不弄乱发髻，就连睡觉也得用特别的香枕。小景第一次经历，自然难以入睡。幸好体贴的季代早早为他准备了香醇的米酒。喝过米酒后，小景掏出了今天找到的抽奖券。第二天，季代又来看望了那台面包机。季代又来看那台面包机，福银奖励退，仅差2张就能换抽奖名额，福引抽奖会。此时的京都南座剧场正在办盛大的歌舞伎延现时，表演完后，舞迷们就拿鱼子板请喜欢的演员签名会。小景带着妈妈的鱼子板来，他让初恋的九雄签字。签好字后，九雄还特地来了屋里。多年不见的两人也没那么拘束了，聊得相当顺畅。其他人见状纷纷离开。尽管已经60年过去了，二人虽已不再年轻，聊起过去还是脸红心跳，仿佛回到了年少的甜蜜时光。这时候，季代正在做三明治圣诞蛋糕，打发的奶油抹在吐司上，加草莓和黄桃，再涂一层奶油，盖上面包片，修掉多余的边角料，切成2半，点缀上果脯和草莓，剪一小蛋糕就做好了。刚好这时
梁子也回来了，还带来了最后一张抽奖券。隔天季代就迫不及待去抽奖了，最后只中了箱苹果。虽然没拿到面包机，但尽力了就不遗憾。我要去做苹果派。新年到了，屋型挂上了有须的门松，盼望来年健康长寿。房间里放了象征平安的镜饼。小景和季代一起陪妈妈吃御节料理和杂煮。睡前充满期待地拆开福袋，新年就在愉快的气氛中过去了。年后大家慢慢回了屋型，几个小女生相约吃了麦当劳。去年宴会常客白子小姐又一次拿了麦花第一。过年一定少不了开镜仪式，用木锤敲碎大镜饼，炸至金黄，沾点酱油，最后撒些盐，酥脆口感，寓意来年无病无灾。小景还没来得及吃饭就病了，测了体温发烧了。小景没什么胃口，一脸难受。季代看着他也心疼。子妈妈说，京都的人不舒服时都会吃乌冬面。第二天一早，季代出去买菜，先买了油豆腐，又去鱼店买了木鱼花，顺手偷吃2片，最后到干货店买了罗日昆布。昆布煮水提鲜，然后捞出昆布流汤，放入木鱼花继续炖煮。油豆腐切块，和葱段一起放入煮好的高汤。煮好的乌冬面捞起装碗，放上油豆腐和葱段，淋上汤汁，最后撒上研磨好的姜末。煮好后，季代立刻端给小景，吃着清淡又充满爱的乌冬面。小景慢慢恢复了。夜晚，新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落下，飘雪勾起了对家乡的回忆。不管是青森还是京都，雪都是一样的。随着新年到来，屋型来了位充满活力的新人李子。开朗的李子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。节分快到了，大家聊起了当天的变装活动。白子今年选择的主题是僵尸，于是马上给大家科普了僵尸的知识，并把变装活动叫做活死人之舞。为了顺利完成他的大作，他还用特别的方法从子妈妈那里拿到了授权。屋里从这天开始出现了各种僵尸，惨叫声不断传来，还有专业的血浆化妆团队到场。白子身兼主演、编剧和导演。你化妆速度太慢了，你没化过妆吗？对，我素颜。一休，你喜欢化妆吧？我是秦奶，教他化妆。还有贺居士，你为什么闪避攻击？不闪就会被打死啊！除了脑袋，其他地方没事。脑袋，留心，僵尸不破坏脑袋就不会死，怎么用武者的方式毁掉它？反正导演总是有些独特的想法。看到宴会里的白子浓汤，以及在帮小景插发簪时的灵光乍现，一部宏大的史诗在白子的脑海中酝酿。此时僵尸家的厨师正准备做猪肉味增汤当宵夜。白萝卜、胡萝卜、洋葱和牛蒡切片，用勺子分成小块，然后把这些菜和煸炒过的猪肉一起加水煮，最后用味增调味即可。而楼上，随着小景妹妹被僵尸感染，吉乃在临终前递上杀僵尸的神器发簪，眼看妹妹即将变异，白子忍痛用发簪结束小景的生命。不祥的僵尸武士们突然想起了往事，那时我们都热爱跳舞。早已堕落的人忘却了初心，满脑子只有金钱和酒精，也许是当姐姐的意。抒情完毕，看着季代端来的猪肉味增汤，僵尸们立刻被美食治愈。他拿的是豆子吧？真的耶，好可爱哦！鬼出福进，鬼出福入。咦，是季代和青野先生。等一下，青野先生，
我们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会充满期待和希望呢？我想，那也一定是拥有梦想的人生。可以是为了热爱的职业坚持不懈，也可以是贪图厨房灶台上的一角阳光。但是追求梦想的路上，也总是会有很多的迷茫。贺居小姐就是如此，她拿着一双破旧的足袋，问子妈妈知不知道这是谁的。子妈妈不知道。贺居说这是小景的，她每天都比大家都早起，独自一人在阳台练习。那么有才能的人还那么努力，她不知道，像她这样没天赋又贪吃的人该怎么办。最近一直在想这些，她觉得这里也许不是自己的容身之所，所以想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归宿。人呐，不管到了几岁，都会一直寻找那种地方。子妈妈说，看着贺厨坚毅的眼神，她也说不出什么强硬的话。那天，她换上了这个年纪原本该有的装扮，仔细触摸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能跟你们在一个屋檐下，真是太好了。季代协同着大家，一起为贺居做了红豆麻薯。在他的老家，这个食物会在迈向新生活的时候吃。有的人捏出了爱心，还有的捏出了贺居的眼睛。今天的他必须坐在中间，大家用着最简单也最温暖的方式为他送别。子妈妈也跟梁子在屋内吃了起来。子妈妈问梁子的升学成绩考得怎么样，梁子回答说普通，但只要能普通的升到3年级，普通的健康成长，对子妈妈来说就足够了。季代跟小景则是跑去为即将面对新生活的贺居祈福。临走时，小景问季代会不会后悔来这里，因为一直是他在说要当5G， 所以季代才跟着一起过来。总觉得是自己太自私了。季代说他并不后悔，反而觉得一开始就是为了成为料理人才来到这里。每一个光阴流转的季节都是一段景色，流年岁月没有停留，但终究留下了痕迹。风轻抚着洁白的5G服，小景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重大时刻。子妈妈将代表5G身份的扇子赠予了小景，从此多了一个身份，他的梦想实现了。但也可以说，梦想的道路才刚刚开始。一直带着他的白子小姐郑重地告诉小姐，他的严以律己是最棒的才能，但是那种严苛也会让人对他远离。也许等哪天回过神来，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独自一人在跑。所以希望小景要好好珍惜那个神经有点大条的料理人，并且尽管他们之前情同姐妹，但从现在开始便是竞争对手了。此时的季代也正在遵循他们之间的约定，在小景出道的时候，亲手为他制作那种小小的三明治，将吐司的边边切开之后，再分成均匀大小的形状。今天的小景没有犹豫，可以自豪地吃下。吃了之后，他就成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5G。终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小景开启了梦想的5G之旅。他需要去完成拜访100家店的考验，也承诺了跟爸爸的约定。家里的季代则是把吐司边炸得又香又脆，留了一部分等着归来的小景。梁子说季代很像吐司的边角料，看起来是要丢掉的部位，但只要出现在合适的地方，依旧能够发光发亮。虽然这听起来不像是赞美的话，但那就是季代的才能，而从不会丢掉吐司边的习惯，也是子妈妈的才能。很晚的时候，小景回来了。千代妈妈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带着白子挤奶还有子妈妈一起表演了经典的京都四季。屋型里年纪最大的4个女人，千代妈妈负责弹唱，其他3人则是缓歌慢舞，一起演绎了一场精彩的表演。这些在小景眼里都是很美好的事情，但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着一个更美好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依旧在厨房忙碌的季代。小景吃着酥脆的吐司边，食物的美味程度从来不在于食物本身，而是能够陪伴你一起吃的人。即使梦想不同，
但也永远支持你的人。所以啊，不管是万千宠爱的舞伎，还是窝在厨房小小一角的料理人，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物，那么生活必定能够发光发热。